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整天忙忙碌碌，心里却从来没有踏实的感觉？为什么各方面条件比过去好了，烦恼却只多不少？还有，为什么我们明知道一件事不值得计较，却怎么也放不下，忍不住？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啊。从前有一个富商，家里堆满了金银，他每天都要把这些银子一锭一锭的摸一遍，心里才踏实。管家呢就劝他：老爷，隔壁的县闹洪水了，要不要把银子搬到高处？富商摆摆手说：我在这住了30年了，从来没有淹过水啊。当天夜里洪水来了，他拼命往高处跑，回头看见自己的银子一箱一箱的被水冲走。天亮以后，水退了，邻居问他：你的银子呢？他愣了半天，说：我以为他们是我的，其实只是借我的房子放一放。这位富商在那天悟到了一个道理：你以为属于你的东西，明天就不知道属于谁了。你以为靠得住的，它靠不住；你以为不会变的，它时刻都在变。接下来这个人比他极端10000倍。斯宾塞·约翰逊说：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。这不就是佛家讲的诸行无常吗？所以我们把无常变化的东西当做真实的，这叫认假作真，所以才生出各种的烦恼。那什么才是超越无常的？怎么才能解除烦恼？佛法告诉我们就在于破除对自我的执着。今天我讲的这个人，他在藏传佛教历史上堪称最传奇的人物之一，米拉日巴尊者。我们一起看看他是怎么从烦恼和痛苦中解脱的。米拉日巴尊者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第2代祖师。可是你能想象吗？这样一位大成就者，在年轻的时候，他手里有30多条人命。他为什么要杀死这么多人？一个杀人如麻的人，后来又是怎么成佛的？这个故事就要从980多年前说起了。在西藏的贡唐，米拉日巴尊者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。出生以后，他的父亲就给他取名叫文喜。文喜的家里有大片土地，成群的牛羊。他和妹妹穿最好的绸缎，戴最贵的首饰。但是这一切在他7岁那年突然结束了。这就叫人生无常。怎么回事？他父亲生了重病，临终前把家产和他们母子3人托付给了伯父和姑母，给他们交代，等米拉日巴成年了，结婚的时候，把家产还给他继承。可是他父亲一死，这一切都变了，所有的财产都被伯父和姑母全部霸占。他们一家3口就从主人变成了下人，干最重的活，吃最差的饭，受尽羞辱。这一切一过就是很多年。直到文喜15岁生日的那天，母亲当着所有亲戚朋友的面宣布文喜要结婚了，要求他的伯父姑母归还家产。结果伯父和姑母当场翻脸。他们说：你丈夫生前借了我们很多钱和土地，他死了，借我们的东西当然要还，所以你们的财产一点都没有了。我们把你们母子养活到现在，已经很对得起你们了。说完，还拿起马鞭打他的母亲。3个人哭得死去活来那一刻，仇恨就在这个孩子的心里彻底种下了。到最后，伯父和姑母干脆就无耻地说：财产就是你们的，但我们就是不还给你们，你们能把我们怎么样？有本事你就来抢，抢不到你就去学咒术。回去之后他
他母亲哭得几乎昏死过去。他对文喜说：“如果你不报仇，我宁愿死在你的面前。”这一句话呀，就决定了他的一生啊。一个15岁的孩子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？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好的，妈妈，我一定要报仇。”从那一刻开始，在他的世界里，只剩两种人：自己和仇人。一个孩子从小被灌输仇恨，结果是很可怕的。他离开了家乡，去学习一种极其危险的力量，这就是西藏本教杀人的咒术。本教的咒术啊，非常的神秘，也非常的灵验，在老百姓的心中啊是非常敬畏的。文喜的天赋非常高，很快就学会了这种杀人的咒术。他对着家乡的方向连续实施了14天的咒法。那天啊，他伯父的大儿子正在举办婚礼，当年欺负过他们的30多个人都聚在伯父家里喝喜酒呢。突然，楼下的一匹马踢断了柱子，整栋房子轰然倒塌，30多个人，包括新郎新娘，都被活埋在里面了。文喜故意留下伯父和姑母，让他们活着，看看自己的报应。那一天，他杀死了30多个人，而这还只是开始。伯父和姑母，还有那些死者的家属，知道了是他实施的咒法，当然要报复他。母亲又命令文喜说：“你再降下冰雹，把他们的庄稼全都毁掉，让他们害怕你。”文喜又施法降下冰雹。那一年呀，原本是个大丰收年，麦子长得特别好。结果一阵冰雹打下来，颗粒无收。接着洪水又把冰雹打落在地的麦穗全都冲走了。全村的人啊，看到这一切嚎啕大哭。这个时候，文喜得到了他一直想要的结果。仇人死了，庄稼也毁了，但是啊，他并没有从当初的痛苦里解脱出来。文喜发现啊，之前支撑他的是仇恨，是一定要报仇这个信念。现在报仇了，他反而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了。他开始恐惧，开始后悔。报了仇并没有解决痛苦，反而制造了更大的痛苦。文喜开始四处寻找救赎的方法。他先是找到了拥灯喇嘛，带着供养跪在地上说：“我是个罪业深重的人，请传我一个今生解脱的法门。”拥灯喇嘛告诉他：“我的法有善根的人闻法即可解脱。”文喜一听啊，心里立刻升起了傲慢心。他想，我当年学咒术14天就有了灵验，学降雹术7天就成功了。今天遇到这么高深的法，那说明我一定是有善根的人啊。他觉得自己很快就可以成就。结果呢，他没有任何的觉受。拥灯喇嘛看出来他的问题了，说：“你造的罪业实在太重了，我帮不了你。你要想真正的解脱，只能去找一个人，马尔巴尊者。”马尔巴尊者是谁啊？他是印度的大行者纳诺巴的亲传弟子，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第1代祖师。文喜呢就千里的跋涉啊，终于见到了马尔巴尊者。马尔巴尊者呀，在文喜来之前的一天夜里，也梦到了他。一见面，文喜就说：“我是个造了大罪的人，我要把自己的身口意，我的一切都供养给您，只求一个法，让我此生解脱。”他想的很简单，抓紧时间修成，赶快把自己的罪业消掉，避免堕入恶道。但是他不知道，等待他的是怎样的考验。
马尔巴并没有立刻给他传法，而是让他去做一件事，盖房子。他让文喜在东边的山头上盖一座圆形的石头房子，说房子盖好我就传给你法。文喜拼了命的干，一个人从山下背石头到山上，一点一点的往上盖，好不容易快盖好了。马尔巴来了，看了一眼说，这个地方不好，拆掉，把材料都搬回原地，重新盖。第二次让他再盖一座半月形的房子，盖到了一半，马尔巴又说还是不对，拆掉，把材料再搬回原地，重新再盖。就这样3次4次，房子盖了拆，拆了又盖，每一次都是刚看到希望就被全部推翻。他的后背被石头磨得血肉模糊，结了疤再磨破，磨破了再结疤。但更痛的不是身体，是他看不到尽头。终于有一天，他看到别人来接受灌顶，心里想，我盖了这么多房子了，没有一块石头一桶水是别人帮我的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这次应该可以给我灌顶了吧，就也坐到了受罚者的座位上。结果马尔巴当着所有人的面上来就给他2个耳光，抓住他的头发一脚踢出门外，说滚出去。那一刻他彻底崩溃了，他开始怀疑一切，是不是自己真的没有资格修行，是不是自己这辈子注定没有希望，甚至活着到底还有什么意义。那一晚上他甚至想到了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，有人拉住了他，对他说，你现在这个身体正是你唯一还能翻身的机会，如果你连你的身体都放弃了，那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但是文喜的痛苦还没有结束，他继续被打、被骂、被否定，一次一次被推到崩溃的边缘。现在的问题是他还能撑多久？直到有一天他真的撑不住了，逃走了。他偷偷的去找马尔巴的大徒弟额巴喇嘛，额巴喇嘛给他传了法，可是他不管怎么精进修炼，什么感觉都没有。额巴喇嘛这才知道他是瞒着马尔巴来的，说你没有得到上师的许可，所以生不起功德，我们2个都在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，就带着他又回到了马尔巴的面前。马尔巴一见到他大发雷霆，文喜吓得浑身战栗啊！他跑到屋外，悲痛的想拿刀自杀。额巴喇嘛一把抱住他，哭着说，千万不要这样做，世上没有比自杀更大的罪了。为什么说人不能走自杀这条路？我在下一期会专门给大家详细的讲讲，文喜到底还能不能撑下去。如果你以为文喜遭遇的这一切纯粹是苦难折磨，那你就看错了。他后来对他的弟子说过一段话，他说，那个时候我的内心已经不能用痛苦来形容了，我常常在想，我的心大概是铁做的吧，要不然早就碎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马尔巴在屋里听到额巴喇嘛正在劝解文喜，禁不住流泪了，说，这样好的弟子该让他进来了。文喜不敢相信啊，他哭着说，像我这样的人还配进去吗？就算进去，恐怕还是打骂吧。但这一次不一样了。文喜被拉到屋里，坐下来之后，马尔巴第一次当着所有的人说出了真相。他说，我之所以这样对待你，不是因为愤怒，
而是因为你造下的业太重了。如果按照正常的因果去走，你要在轮回中受无量的苦。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方式让你在这一生把它受完。你经历的每一次打骂，每一次绝望，每一次推翻，都不是折磨，是在清净你的罪业。你要经历9次大的苦行，现在已经够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传给你佛法。这个时候啊，文喜才明白，这几年啊，他经历的被打、被骂、被折磨，不是受苦，而是清算。最关键的是，他终于看清了一件事：从一开始，真正困住他的，从来不是仇人，也不是命运，而是2个字儿：我执。他一生犯过3个同样的错误。小的时候受辱，他执着于我被欺负了，所以一定要报仇。当他学会了咒术，执着于自己可以掌控别人的生死，所以造下了更大的罪业。后来他求法，执着于我应该很快的成就，所以反倒一次一次的失望崩溃。你发现了没有？看起来完全不同的3件事，背后都是同一个东西：我执。人的这一生啊，很多问题不是你换个环境就能解决的。你看不清我，他只会换个样子继续困住你。马尔巴做的呀，不是首先教他怎么学习佛法，而是一步一步的把他心里的这个我打碎。当这个我真的被看破、被放下的时候，修行才真正开始。从此文喜得到了秘法的传授，他远离尘世，在雪山闭关，只以钱麻为食。钱麻呀是一种野菜，表面有刺，碰到皮肤就会过敏。他终其一生只穿一件单衣，一个人在雪山的山洞里修行多年，最终证得了圆满觉悟，成为藏传佛教历史上最传奇的成就者之一。他被人们尊称为米拉日巴尊者。米拉日巴的意思是米拉家族中穿单衣的修行者。但是如果你只看到这里，你以为这个故事是在说苦难可以成就一个人，那就浅了。这个故事真正想讲的是，如果不破除我执，一切努力都会变成新的束缚。现在再问你，我们为什么忙碌却不安心？为什么我们拥有很多，反倒害怕失去？为什么有些东西明知道不值得，却放不下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你一直在抓住一个东西，我。这个对我的执着，让你受的委屈会变成仇恨，你得到的能力会变成傲慢，你走上的修行也会变成执着。所以佛法不是让你得到什么，而是让你看清一件事：你拼命想守住的那个我本来就不存在。当你不再执着于我是谁，我该得到什么，我不能失去什么的时候，你反而第一次获得了真正的自由。你以为痛苦来自外在的世界，其实是你抓得太紧。愿米拉日巴尊者的这个故事被更多的人看到。如果你心中有所共鸣，不妨分享给有缘人。下一期我们来聊一个更沉重的话题：人为什么无论多难，都不能走向自我毁灭这条路？这里是历史因果论，我们下期见。谢谢大家。